冰若雪，风雨天骄，冷遇温润眉眼消。纸糊折页皆东移，海面风过，浪滔滔。大家好，我是冰冷之海，欢迎大家继续收看《猛鬼大厦》的第3期，继续游戏。事出有因。大叔，大叔，咁撚嘈邊個啊？李道言，係你啊！做咩嘈冤巴閉啊？情況緊急啊！呢棟大廈竟然有鬼啊嘛！咦？點解你知我想講咩嘅？睇你個樣啊，即係瀨撚咗嘢啦！係啊，你一早知道呢棟大廈有問題㗎啦。我梗係知啦，對眼我俾你噶嘛，唔係你點會？咩話？哦，就係你嗰陣時打我頭一下。點解啊？點解你要俾我睇啲咁嘅嘢啊？你遲早都要面對噶啦，遲啲早啲有咩分別先？遲咩早咩啊？我唔明你講咩喎？咩鬼嚟噶？邊層啊？就係呢一層啊，113號房啊，張先生屋企啊。哦，佢屋企有鬼咩？未聽過喎。哦，就李道言对很多鬼都已经很熟悉了，就这栋楼的啊，包括什么3楼、4楼、5楼什么的。但是这里是第一次听说这个113啊，就是锁匠他们家有鬼。佢屋企喺你旁邊喎，你咁都唔知？屌，我又唔係住喺我屋企，未聽過好撚奇怪咩？我聽阿陳師奶講話你係道士啊嘛。屌，你陳師奶個八婆真係好撚柒八卦嚟。咁你解唔解決到呢個問題啊？冇得搞噶啦，我 part time 嚟嘅啫嘛，好乸唔專業噶。同埋邊個話做道士係見到鬼噶？咩話？你道士睇唔到鬼？咁點解你可以俾我睇到啊？通常呢啲鬼係想俾你見到咧，你先見到嘅。至於點解佢會想見你咯，我唔知喎，你打電話問下佢啦，我見唔到啦。不是这个李道言给他开的眼嗎？这怎么又开始变成了是鬼希望你看到才会现身？問佢？我唔制啊！咁我而家應該點算啊？冇咩點啊，佢搞鳩你咩？咁又冇。没有吗？当时我们开门失败，直接就死了呀。也就是说，他就是在找我麻烦，只不过我们跑掉了而已。咁咪得咯。喂，大哥，我撞鬼喎！雖然佢而家係未搞我，喂，但係點知佢之後會唔會啊？唉，佢搞你先講啦。呢啲遊魂野鬼冇咩嘅，你唔搞佢，佢係唔會搞你噶啦。像刚才这种矛盾就属于游戏剧情与游戏本身的机制相冲突啊，就是游戏的机制呢需要设定，如果你不进行某些操作，会判定游戏失败。但是这个判定游戏失败这个事儿呢，实际上呢其实是不太合理的，就是因为它这个剧情上啊，可能这个鬼没有想要害他，对吧？没有想要害他，然后呢，但是和游戏机制是相冲突的。这个在游戏设计的时候呢，当然好的游戏可能会考虑这一点，但是一般的像这种质量的游戏呢，可能就无所谓了。招惹我等级是什么？这些游魂等级不高，只要你不去招惹他，他们不会招惹你。鬼都有分唔同級數这就和咩？那个游戏机制相衝突了嘛，对吧？因為我操作失敗，我會直接死亡啊，會直接從頭開來啊，對吧？鬼有分不同等級嗎？當然有，梗係有些鬼的有啦，級別嚴。有啲好難纏嘅鬼，一睇就知噶啦。如果你話俾隻鬼見到你，但係你有乜差事都冇，證明佢都好撚渣下喎。咁咩鬼先算高級啊？咁啊，睇佢生前有幾多怨氣啦。死得越冤枉嘅，之後變厲鬼可能性越高咯，級數啊自然幾何咁上啦。原來係咁啊！得啦，有冇撚用噶你？怕鬼？鬼咁得人驚都唔怕，咁我都真係唔知怕咩啦。你話佢會搞我？一般鬼咧就冇咩殺傷力嘅，最多咪出嚟嚇鳩你。佢原意咧都未必係想嚇鳩你嘅。有啲鬼又唔同啦。殺傷力好撚得人驚噶，仲會主動去屌你咁雜鳩擊你嘅。哇，咁聽起上嚟咁似啲打怪 game 嘅。說的全是廢話。哦，咪就係咁咯。
好撚攰啊，唉！吓，真係做緊咩都唔使理啊？好像和这个道士聊天完事之后和没聊差不多。你的心情异常不宁，想到那个场景让你全身不自在，在心思纷乱之际，你的步伐不由自主地登上了2楼。然而就在你沉思时，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叫喊声，现在拉回了现实。啊！113呗，再不迁出杀无赦啊！这面前之前明明没有这些喷漆，而且看这油漆还没干透，到底谁喷上去的呢？字面上看似乎是想要促使这里的居民尽快搬出去，难道是地产商搞的好事？这不行，我才第1天上班，必须找到幕后黑手，看看这里有没有什么线索。怎么会有张轮椅摆放在这儿？咦，上面放着什么书？食谱，一本叫《超省时厨房》的食谱。一些用过的喷罐，原来把大厦的墙壁喷体的。一些用过的喷罐，原来把大厦的墙壁，就是怪叫的男人。不准吐痰单张，随地吐痰，黑人僧，由这4个人来扮演最适合不过。黑人僧是什么意思？女性上衣，一件女性的上衣。奇怪了，看来像刚洗过，衣物上还残留着洗衣液的香气，似乎是新近洗干净的。那男人会携带一件女性的上衣呢？或者上衣是谢恩乔？谢恩乔是谁？不记得了。食盐，6楼食盐呢？看起来有点像，去问问。哦，是这个衣服是吧？你拿了这件外衣，走到6楼啊，他还穿在身上呢，应该不是呗？石岩依旧抽着烟，就站在他的門前，看起來像在思考。石兒小姐，又見到你咯喎，係咪應該話你好勤力啊？我今次唔係特登嚟睇你噶。我這次不是特地來看你的。意思係之前係特登㗎？嗯？我講笑啫，揾我有咩事啊？哦，咁我頭先巡樓嘅時候呢，你把2樓撿到的衣服給他。啊，係我㗎，做咩會喺你手上面㗎？咦，真係你㗎？我喺2樓執到㗎。2樓？點解會去嗰度嘅？一五一十的把2樓聽到男人叫聲的事告訴我。肯定係佢偷㗎啦，我都唔係第一次唔見啲衫㗎啦，之前都整唔見過幾次內衣，仲以為係曬嘅時候。內衣？原來嗰個男人係偷衫賊，我仲以為係啲發展商請埋啲古惑仔添。但係佢點解可以靜雞雞咁偷咗你件衫嘅？我最近見呢棟大廈都冇幾戶啦，同層淨係剩翻陳師奶同佢個仔，屋企地方又唔夠，咪將洗好嘅衫晾喺出邊咯。哦，咁樣，咁唔怪得啦，嗰個賊一定係順手牽。哼，估唔到會有人嚟偷衫喎。係男嘅先會偷咯。點解？總之你唔好將啲衫再掛喺外邊。Thank you。我會巡得密啲噶啦。你話頭先聽到把男人聲，先發現我嘅衫。冇見到啊。塗鴉？石兒小姐你都最近成日都見到嘅喎。呢啲人真係大膽啊！石兒小姐，你出入嗰陣時，聽你咁講，我都覺得好唔真係嘅。我搬走咗，好開心啊！啊，唔係，我點會開心啫？點解？梗係因為即係難得識咗你嘛。哼，真係個認真嘅人，玩下你啫。唉，唔好笑我啦。我隻臉紅。石兒小姐啊，可唔可以同你睇？咩要求啊？如果你真係要搬，你話聲俾我聽啊，我好驚嘅。
定睛看着你。如果太為難，當我冇講過啦。唔會，點會呢？難得你咁重視我，咁我應承你啊！如果我要搬，一定會喺你知情嘅情況之下先搬。不知道石田小姐在這裡有沒有見過鬼呢？咁石田小姐啊，你喺度都住咗好排啦，我想問下，你有冇喺度遇到啲好奇怪嘅嘢啊？咩奇怪嘅嘢啊？唔係，我指嗰啲。冇啊，我係咪講得太婉轉啊？你聽唔明我？冇。完全冇見過啊！我哋第一次見面嗰時候，你嗰次得你一個啫嘛，呢個世界邊有鬼㗎？唔係啊，我真係見過啊，而且唔止一次啊。例如有一個一掂佢，佢就即刻。你可能太攰啫，連唔存在嘅鬼神都睇。太累，真的嗎？難道我真的有幻覺了？冇亂諗嘢啦，可能你只係對呢啲嘢敏感咗啲啫。如果覺得難，可能一啲都冇。我也沒有把話題繼續下去。既然石岩他沒有曾見到過鬼，代表他沒有這雙眼吧？這雙眼吧。正如那個道士所說，如果沒有眼就看見不到，有眼睛也要那些鬼想要顯現才能看到。為何這些鬼想我看到他們呢？因為他是外來的人，困擾。再不然就是之前有一個線索，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，是那個小孩兒，管他叫替死大叔，還記得嗎？這個應該不是隨便說說的啊，可能這個小孩有陰陽眼，然後呢能夠和那些鬼魂溝通，然後整棟樓的鬼魂呢好像是有什麼陰謀，然後想辦法就是把這個保安小哥呢變成一個就是替死唄，對吧？具體怎麼操作咱也不知道啊，所以說那些鬼呢是想要讓這個保安見到他們，困擾。誰呀？啥呀？咋的了？哇！做夢了是吧？整天都無法忘懷那個場景。胖大叔說鬼只會顯現給那些他們想出現。胖大叔說鬼只會顯現給那些他們想出現的人看。這語文水平，哎呀，我小學3年級的時候都不會出現這樣的病句啊。為何要讓我看到？可是我總不能因為害怕躲在這裡吧？可是我應該怎麼辦呢？陳伯又要求我取得他們的同意書。你看，這不也是個病句啊？陳伯又要求我們取得他們的同意，或者是得到他們的同意書，或者是讓他們寫下同意書，反正怎麼說都行。什麼叫取得他們的同意書呢？啊，乍一看好像勉強也能說得通，但是明顯不符合正常人的語言習慣。哥。突然有人在保安室外面敲門，你感到驚訝。有冇人喺裏邊啊？聽外面有個女學生的聲音，有新人物解鎖了，應該不是鬼吧？你戰戰兢兢地打開了門，發現住在3樓的女學生站在門口。原來是她為什麼要找我？啊，你好啊，你有咩事啊？我啱啱聽到有人尖叫，所以就過嚟睇下發生咩事啦。原來是因為我尖叫聲吸引了她的注意。站在明亮的燈光下，我才發現他的額頭上有塊紅腫，可能是我之前開門時不小心撞到他的地方。你個額頭冇嘢啊嘛？唔好意思啊，我同你道歉啊。嗰陣時呢，我以為嗰邊冇人㗎，先咁大力開門。都是因為陳伯，要不是被他罵完想要發洩，我也不會那麼用力開門。我冇乜嘢，唔使擔心。我去揾藥膏俾你搽，整親你我真係覺得好抱歉啊。唔使啦，要嘅啊，邊度有藥？真係唔使啦。但係我有另一件事，可能你幫到我。咩事啊？你講啊。我嗰層唯一盞燈都唔着啦，成層都黑晒，你會唔會有辦法啊？黑晒？哦，你住3樓噶嘛？咁唔怪得啦。然後呢，你屋企出邊嗰盞燈本身係着嘅，而家呢壞埋添。我住304。我之前巡3樓時已經是全黑一片，看來他們家門前的燈也不是剛壞的。咁我同你一齊去睇下。你拿了手電筒，便與那位女生一同乘坐升降梯上3樓去。上去3樓。
在升降机里，女生并不出声，气氛也变得有点尴尬。该跟他说说话吗？这有话就说，没话就不说呗。你没什么可说的就不说呗。那位女生完全没有回头看你，你和她两个人就静默的等待电梯到达3楼。升降梯到达后，女生便自行走了进去。她手上既没有手电筒，也没有手機，卻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中。喂喂，等陣啊，我開咗個電筒先。咦，走得咁快嘅，小姐？你的手電筒打開了嗎？打開了。移動熒幕上的手電筒已調查場景。Hello， 就在這兒啊。手上沒拿什麼東西。你調查什麼呀？我喺度。小姐，你唔好走咁快啦，我跟唔到你啊。沒走那麼快呀，就在這兒呢嘛，不是？呢邊啊，行呢邊啊，呢度我屋企。他仍然沒有理會你，直接朝他家的方向走去。你拿着手電筒，一直照着前方的他，跟着他的步伐來到了304。就喺呢度啦。你真係勁啊，黑媽媽都揾到路嘅。都住咗咁耐啦，唔使睇都識行啦。講係咁講，但係咁黑，你喺你上面啊，你睇咩啊？燈啊，我話壞咗嗰盞燈啊。哦，你講盞燈。成層燈都壞晒，淨係得返我屋企前面呢一盞咋。這裡邊亮但係佢今日都唔着啦。其門前的他嗰啲冇所謂啦，但係呢一盞你有冇辦法整好佢啊？哦，我明啦，我幫你檢查下。咁我返屋企先啦。沒想到他就這麼進家裡去了。從這裡往氣窗看去，他的家只透出微弱的光線。他一個人住，難道真的是孤獨一個人在這屋裡？整層樓都是一片黑暗，但他似乎一點也不感到害怕。讓我先打開這盞燈，這樣會好一點。但是接下來該怎麼辦呢？如果這盞燈之前是亮了的，就意味着整個走廊其實有電，也許只需要更換新的燈管就會解決問題。但是要去哪裡找新的燈管呢？也許倉庫裡有。說來，我記得我巡邏的時候，1樓有一個標着儲物室的房間，也許裡面有新的燈管。首先回到保安室取得鑰匙，然後去1樓找找看。你約了返回升降機，前往保安室搜尋儲物室的鑰匙。在保安室牆上的鑰匙櫃中，你輕鬆地找到了標有儲物室的儲物室3個字的鑰匙，獲得了儲物室的鑰匙。接着你來到了1樓，本以為要花些時間尋找儲物室，但沒有想到它就在升降梯的左邊。你使用鑰匙打開了門，卻因為灰塵飛揚，不禁連連打噴嚏。阿啾！這個地方多久沒有人清理了呢？而且燈也壞了。這大廈的管理怎麼樣了？意思就是在想說，這個大廈的管理怎麼這麼樣呢？這裡會不會有新的燈管？就這個遊戲玩法、劇情，咱先拋開不談。就是這個遊戲這個製作的品質，其實都完全夠不上拿出來賣錢的程度。不論是劇情裡邊的一些錯別字和病句，還是場景這個圖片這些例會，都是怎麼說都不配拿出賣錢來啊！你說3塊2塊的，或者說個位數的，就勉強可以接受嘛，對吧？畢竟文字量還挺大的，當成一個互動小說看也行。但是你這東西賣的還挺貴的啊！我記得 Steam 上買好像是20多塊錢吧，不值這個價啊！至於說這個關鍵的遊戲玩法，更是無力吐槽了。這個東西連解謎都算不上了，反正就是點來點去就可以了，隨便點一點。然後劇情的話呢，咱們還沒看到後邊啊。目前來看，這遊戲主線劇情暫時還不清楚。然後呢，一些細枝末節的這個文案呢，水分比較大，一些我覺得沒什麼必要的這個對話太多了。再加上這遊戲的，就是編劇也好，就是作者也好，他這個視角
给我很浓重那种男性凝视的感觉，啊，就是很，不能说猥琐吧，但是就是很，哎，不好形容啊，就先算了。我大概你们应该明白我说的意思是什么，就是，是吧？以后再说。原来在最角落的那里可有个铁架挡住，没有办法拿到，看来要从铁架后面穿过才能拿到。点击右下方的按钮进行右行，非得一下点，不能长按，不能拖动，可能要出轨了吗？铁架上面放着一条刻有奇怪纹路的钥匙，不知道是用来打开什么东西的，还是不要碰好。我们是在拿什么的来着？灯管是吧？不拿钥匙。它这个移动的这么慢，而且画面这么昏暗，感觉可能会有那个东西来吓我们，大家要注意一下。本来想这样走原路离开的你，却意外碰到了什么东西，发出刺耳的声音。啊，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带着烟熏妆走来了，还飘走了。红发，这造型有点像那个街头，不是街头，拳皇97里边的这个八神庵啊。儿子啊，恐怖的女人。点击左下方的按钮向左行，它望向你的时候请勿动，注意音量。你们注意一下音量吧，我这边音量一直都不高。点击画面上的按钮可以向左方移动，并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抵达门口逃走。画面上还有一条显示声音分贝的计量条，当你按住移动时，计量会上升，请注意不要让计量条达到最高值。滴哩哩滴哩滴哩哒啦，滴哩哩滴哩滴哩哒啦，滴滴哩滴哩滴哩哒。哎呦，这么快！哎呀，还好，比较谨慎。不着急，一会就动一格，万无一失。你看，稍微贪了一点，差点就翻车。它至少有一步的这个时间，但有时候它可能就只有一步的时间，回头特别快。你看，越是快到终点，越不能着急。这个流程太长了，这个玩法，中间你一旦出现失误，不是求稳那种，被他看到了，你看频繁回头，特别的影响心态。你看这回头频率特别高。到了，赶紧逃出去！
見唔到啊，我見唔到啊。啊，我明白为什么我看这个游戏这个经常有错别字和不是错别字啊，经常有病句了，因为它这个东西好像是属于直译的。粤语的这个就是语言结构和咱们普通话是不一样的，中间有很多区别。但是它这个翻译成普通话，不能叫翻译吧，反正就是把它变成普通话呢，基本上是直接就像机翻那种感觉，对吧？见不到我见不到啊，其实不是啊，我没见到，连这他都懒得去那个转换一下，所以要不然就是这个负责做字幕的人呢不认真啊，就图方便；要不然的话呢，就是这个人呢可能比较精通粤语，但是不太熟悉普通话，都有可能吧。反正不论如何，这个感官是不太好的。你以9秒9的速度匆匆离开主室，再一次你又看到了那些不洁的东西。9秒9的速度是啥意思？你已经不再怀疑之前是否眼花，还是产生了幻觉。你非常确定这大厦里有鬼，而且不仅有一个，还有無數的鬼。啪嗒！哇，做乜鳩啊？橫衝直撞咁樣樣啊你？鬼，有鬼啊！所以咧，唔係，都係因為你快啲拎走我隻眼啊！做乜要攞走你隻眼啊？最衰都係因為你啊！我而家成日見到鬼啊！唔該你啦，點解要咁害我啊？啊，你冷靜啲先，你睇到啲咩鬼啊？就喺儲物室嗰度啊，有隻鬼喺裏邊啊！人哋好地地就喺裏邊，你做乜鳩打開個儲存室咧？咩好地地啊？邊個會知啊？你習慣有鬼係你嘅事啫喎，點解拖埋我落水啊？我邊有啫？我好撚得閒啊！咁點解你要俾隻咁嘅眼我啊？因為你必須要有咯。唉，你個仆街啊！阿叔我幫你，你仲鬧鳩我？幫我？你咁叫幫我啊？喂，我保安替工嚟嘅咋，我巡下樓啊搞掂噶啦。你俾隻咁嘅眼我，要我睇埋啲咁嘅核突嘢，你咁叫幫我啊？所以你覺得俾你見到嗰啲鬼全部都係污糟邋遢嘢啊？唔係核突嘢係咩啊？唔通你覺得我同佢哋可以做朋友啊嘛？喂，可能得㗎，你有冇睇過人鬼情未了啊？唉，是撚蛋啦，我幫人幫到底啦，唉，你跟我嚟啊！那胖道士看到你这样，骂了几句脏话，然后很不情愿的把你带回了储物室。喂，唔好啦，你帶我過嚟做咩啫？都話裏邊有鬼咯。没有理会，径自拉开了储物室的门。你自己睇下啦，裏面有冇啲咩污糟嘢啦？极不情願地眯起了雙眼。唔喺度嘅，係咪咩都冇啊？但係點解啊？頭先裏邊真係有。我咪同你講咗咯，唔係人人都見撚到㗎，同我俾唔俾對眼你係冇撚關係㗎。你注定係要見到鬼嘅，你有呢個體質嘅。對眼其實我俾唔俾你都一樣嘅，即係幫你。咁點解你要幫我打開佢啊？你快啲同你聽我講撚埋先，就算有隻眼啊，都而家係啲鬼想俾你見到啊！你明唔撚明啊？我唔明啊！你唔明就同我諗撚到明，諗下點解淨係你見到，諗下點解佢哋想你見到。他一直避開了一個關鍵問題，就是你為什麼要給我那隻眼？雖然他那個解釋了一下，就不是說我給你的眼，是你天生有這個眼，我只是幫你打開開關。那麼問題又回來了，你為什麼要給我打開那個開關？這個是問題的本質。他一直在解釋其他的東西。你唔好再同我講呢啲嘢啦，當我求下你啦，好冇？你快啲閂翻佢啦！開咗冇得閂噶喎，你咁問我都幫你唔到噶。吓？喂，你咁嘅道士好唔專業。唉，你真係有嘢先揾我啦。真係有事？咩叫真係有事先？咁都唔叫？喂，而家唔點算啊？就是這個道士應該是知道一些隱情的，但是就是不告訴我。唯一的提示呢，就是說，這些鬼是自願讓你看到他們的，啊，其他人就不管能不能看到，那些鬼如果不想被看到的話，也不會看到。所以這個鬼呢是故意讓你看到的，道士只是幫你打開了開關。那他為什麼要打開開關呢？他的說法是在幫我。那具體為什麼這個行為算是幫我？
他没有说明白，他也没说，可能也打算隐瞒，啊，可能跟之前咱们说的那什么替死有关系。一份同意书。報 lift 咁耐㗎？賴小姐之前出現過哈。部 lift 咩事啊？我企喺度等咗好耐啦，佢一直卡咗喺5樓都唔落嚟。你企喺度做咩啊？你行上樓梯睇下啦，唔通要所有住客都要行樓梯上樓啊？太多这个女人一巴掌打在你的屁股上，吓得你从后面楼梯跑，一巴掌打在屁股上。到了该层，你走进升降机，才发现有人把升降机门口堵住了，导致门一直关不上。怪唔得一直停喺5樓啦，邊個咁衰塞住部？你把堵的东西拿走，然后升降机的门关上了，往下面层驶去。现在应该能让赖小姐满意了吧？这个臭八婆，你咩意思啊？啊？吵闹声是从这个单位传出来的，他们在吵些什么呢？又係呢啲？你日日就淨係識煮啲垃圾俾我洗？你點可以咁講嘢㗎？我點解唔可以講啊？我冇俾家用你啊！啲錢死晒去邊啊？你講啊！你嗰啲家用啊，得雞水咁多，又要負責伙食費，又加乜費物費，你真係覺得每個月3000蚊就可以日日3餸1湯啊？拆響是什麼東西呢？它這個說法是和管理費、電費、水費並列的。拆響，不知道是什麼。你真的認為每個月只給3、4千元就能豐衣足食嗎？你咩意思啊？你依家嫌我窮啊？我冇嫌，如果我嫌嘅話，我今日仲喺度。你仲敢講？呢度我嘅地方，你食我嘅住我嘅，你仲唔好啊！唔好咁樣啊！聽着好像不妙啊，那人好像在打人，家暴什麼的要不得呀。可是我看不到裡面發生的事情，要按門鈴問問看嘛，還是算了，別多管閒事了。按鈴這有什麼不按的呀？對呀，萬一出意外了怎麼辦？還是看發生什麼事兒。揾邊個啊？暴躁的男人。啊，你好啊，我新嚟嘅保安。頭先我啱啱經過，聽到你哋屋企好嘈喎。要理你邊個啊？我就係保安咯。冇你老母，唔好嘈我啊！真兇啊！這到底怎麼回事？剛剛他是不是在動粗？那個女人是他的老婆嗎？無論如何，打人是不對的。現在裡面安靜了，看來我阻止他繼續打他的老婆吧。希望他沒事吧。哦。在你欲離開的時候，卻發現有人跟你一樣站在不遠處窺看着515室的門前。一開始你以為又遇到了那些髒東西，但他穿着一件格子襯衫，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喂，你好啊。哦，是他呀。你喺度做咩啊？我咩？呢度5樓喎。我記得你唔係住喺4樓415號單位咩？我唔想行錯地方啫。呢啲同我冇關係。我又冇話同你有關，但係啊。我聽講呢度嘅住客都要簽一份乜鬼嘢同啊，係啊，嗰份係搬遷同意書嚟㗎。我已經簽好啦。咁我同你落去攞啊。唔使啦，我已經將佢放咗啦喺你保安個位上。真係嘅？啊，咁啊麻煩晒你啦，我而家去睇下先。咁我走了。這個很明顯就是在轉移話題嘛，對吧？前面問到了一些關鍵東西，他不想回答，不願意回答，或者是無法回答，所以就直接聊到了這個簽這個協議這個事兒。如果說這個同意書你現在提，然後呢你願意簽，我們跟着你回你的住的地方，我們去寫同意書，簽同意書，那還勉強還是可以理解。但是你說你這東西已經寫完了，已經放在保安室了，那證明就是刻意的在轉移話題啊。因為你不提這個事兒，我回到保安室也能看到這個，也知道你簽了，也知道這個你同意這個就是搬遷這個事兒了嘛，對吧？所以他特意提這個已經解決了，已經做完了一件事兒，本來是沒有必要的。那他就是為了轉移話題，急忙跑開。結果現在剛才也聽到了我那吵鬧聲，甚至目睹了剛才發生的事情，這也能走錯？4樓跟5樓差別好像很大呀，莫非也是聽到吵鬧才上來看的嗎？卻只能在旁邊看而已。不過這種簽同意書，那麼現在這樣挺好的。他說放在了保安桌上，這裡嗎？王陽的
搬迁同意书，不过怎么看着有点奇怪。得到王阳的搬迁同意书，我看看，原来那位男生叫王阳。不管如何，总算有东西。哎，什么地方奇怪呀？你把同意书好好的放进了文件夹里，然后带进保安室内。才一打开门，又有鬼。这是死了吗？这个例会画的很僵硬啊，因为活人睡觉的时候手不是这样的。你们见过一个人睡觉的时候，这个胳膊肘这个位置是支起来的吗？大家看到这个水平线，按照正常来讲的话，这个东西肯定是自然垂落的嘛，对吧？这个手会直线的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角度垂下来。这个手的话呢，会自然的搭在这个腿上，但是这两个都炸起来，而且手指是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。大概率这个是死人啊，但是这个例会画成了死人，但是他现在打呼噜肯定也不是死人啊，只不过说这个例会太不严谨了。这家伙怎么躺在这里睡起来了？丧尸啊，活死人 ，Walking Dead。我冇周圍走啊，咪巡樓咯。巡樓？係啊，唔係我仲可以做咩啊？你條友仔扮聾一係扮傻啊？你話同意書啊嘛，我有。屌撕碎了。喂，你做乜撕咗佢啊？你有冇睇清楚人哋簽啲乜嘢？簽乜嘢？啊！呢條僆仔咧真係幾撚得意喎！你有冇睇清楚同意書？不搬遷同意書。佢上邊，咦？點解上面加咗個筆？你都幾搞嘢喎！我叫你簽一份同意書翻嚟，你就落。嗱，我咩都唔有啲咩你知㗎？你快啲嗱臨同佢簽多次，話俾我對你咧，本來都冇乜期望㗎啦。又點啊？有咩不？張德軍家有個女鬼，不過告訴陳伯記者，知道也絕對不會理他，可能會撒謊。陳伯，我可唔可以攞咗101？有分別咩？你兩個。好啦。丑婦終須見家翁，這下該怎麼辦？啊，就是丑媳婦兒，總歸要見公婆的意思是吧？陳伯不耐煩地趕你出去，你一臉困惑，只好聽從他的指示，小心翼翼地來到張德軍搞咁多嘢，最後都係要翻嚟呢。點啊？又有咩事啊？張生，你揾到你要揾嘅嘢未啊？未啊。真係唔使幫你揾下？唔使，呢個係我自己嘅事。不要拖了，死就死吧。啊，係啊，咁嘅。其實呢棟大廈呢，政府收翻嚟呢，就諗住重建。咁又點啊？你都應該睇見啦，呢棟大廈啲住客呢，陸陸續續咁搬走噶啦。我呢度呢，就有份搬遷嘅同意書，簽完咗都唔使即刻搬噶，你可以慢慢執嘢噶，喺限期前搬走就得噶啦。搬？邊個話我要搬啊？吓？唔係啊，你唔打算？我點解要搬啊？我喺度住咗幾十年。你話俾我聽，但係呢個係政府嘅重建計劃喎，其實呢，你冇得揀嘅，其他住戶呢都簽好晒噶咯。這個很詭異，就是你如果沒有得選擇，那你還需要簽同意書嗎？你直接給通知書就可以了，對不對？就如果這個重建計劃是沒有選擇的，你不管同不同意都要搬遷，那還涉及到一個同意書的概念嗎？你直接發放一個通知書就可以了，對吧？佢哋想搬係佢哋，就是告訴你必須在什麼時候那個搬，搬完之後的話呢，補償措施又是什麼樣的？如果逾期不搬又如何，這是通知書，告訴你就可以了。然後我們確保這些人拿到看到，然後明白這個通知書上面寫的內容，就完事兒了。但如果說沒有選擇，那你簽同意書，這個就自相矛盾了。你慳翻啖氣啦，我唔會搬嘅。啊？咁做對你冇好處喎。嗱，如果你唔主動搬，到時候肯定佢哋會揾啲更加嚴厲嘅方法逼你。咁既然係咁，我啊建議你不如真係簽。搬咗對我有咩好處先？呢度我地方，我唔想搬。阿娟已經走咗，呢度如果要拆，唔可以嘅，我唔可以離開個地方。你走啦！
若他真的把打人搬走，也是不能控制是静观其嗱，變。咁我唔打攪你啦。如果我揾到你嗰條你鏈我，咔嚓，他就这样关上了门。哎，这差事真的为难人。感情关系。4楼住户打来向我投诉说，楼上5楼的空调滴水，保安员平时不是在处理噪音就是漏水，要不是大厦没剩几户人，肯定天天都要应付这些事儿。咩聲？喊聲嚟喎！四处查找哭声的来源，却一无所获。本不想理会本不想理会上5楼处理问，本不想理会，然后上5楼去处理问题。本想不理会，然后直接上5楼处理问题。谁知道刚按下升降梯按钮时，我这眼睛。升降机的门刚打开，就发现住在3楼女生正在蹲在。他的双眼通红，明显是哭泣的原因。当他看你，冲站起来，但又未离开，因为他正在就升降梯后忘了按按钮。你冇嘢嘛？虽然并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，但从之前开始就觉得好像心情很不好。那位女生并没回应你的问话。你係咪要翻屋企啊？内心渴望给予他些许安慰，但你对他的一切一无所知，气氛仿佛压抑。你试图在口袋中摸索，想要找出纸巾来帮他擦泪，但却发現身上一無所有。我真係冇用啦，又冇藥膏，又冇紙巾。雖然明白他可能不會對你有所回應，但你卻由衷關心他的情緒。雖然我哋都唔識，每次見到你都好似好有心事咁樣。其實每個人呢都有啲好唔如意。如果你有啲嘢諗唔通呢，或者覺得即係屈住咁樣。喺棟大廈要揾人傾訴真係唔容易㗎，但係如果你唔介意嘅話，可以。太囉嗦了。突然開口說話，謝謝你。唔使唔該，我淨係想俾你知，如果覺得唔好，你幫我換咗光管啊嘛，咁咪唔該你咯。換燈管這事兒過去了，就算已經換完了是嗎？小事嚟啫。我都沒注意啊。不過我淨係揾到一支新嘅光管咋，冇辦法換晒全部。你仲要黑媽媽咁樣出？唔使啦，我出入都冇乜問題。係呢，我每次見到你，可能我有啲多事啦。不過如果有啲咩困難，你唔係 Johnny 啊，同你講都改變唔到啲咩㗎。Johnny 是誰呢？那位女學生沒再理會你，便離開了你的視線，你也不知道可以做些什麼事。強尼，升降梯的門還沒完全理清對方那份沉重的情緒，5樓已經有其他事情要引起注意了。先前那位似乎受到丈夫虐待的女性，正是樓下被投訴的住戶之一。當你走到她的門前，她正在鐵閘內。他的雙眼空洞，似乎在深思熟慮着什麼。即使你站在他的面前，也沒有注意到你。深思熟慮着什麼？這想怎麼把這個自己的丈夫給弄死唄，是吧？看他的臉，看來是真的被打傷了。如果情況屬實，他肯定需要協助，對吧？你好，我太太。被打女人，他臉上的傷痕似乎有增無減。那位女士神色隱晦，似乎不太願意與你交。神色還能隱晦？有咩事啊？意思就是說，就是比較謹慎，不想就是對我們充滿了提防的意思。你冇？上次我經過嗰陣時候呢，聽到你老公好似我冇。真係嘅？我睇佢好似傷害你喎。你幫唔到我噶啦。點解咁講啊？他看到我露出了驚訝的表情，隨即迅速轉過臉，匆忙關上了木門。本來這不是你的事，但是內心不禁浮現他被虐待時的情景，不安的感覺難以排解，而且那一戶住戶實際上也需要簽搬遷同意書。想到要與那位兇巴巴的男人正面交涉，讓你感到困難。其實就是慫了唄，害怕唄。在這些想法交錯之際，房間內的情節似乎突然上演。
你能順利成為無需預先購票的觀眾。你又收埋我啲酒去邊啊？你唔好飲啦。唔好飲，所以真係你收埋咗？可能這個男的酒後更容易家暴。我冇收埋啊！死八婆，你收埋喺邊啊？唔好啊！唔好啊！唔好，我仲拎翻出嚟。唔好咁樣啊！你條死八婆，咁收埋我啲嘢？果然，這單位裡的夫婦又吵架，這不叫吵架呀，這叫家暴，這叫打架，也叫行兇。要按鈴看看發生什麼事嗎？別多管閒事了，按鈴，報警啊！應該這個時候不應該打電話報警嗎？怎麼能袖手旁觀？萬一出了什麼事怎麼辦呢？叮咚，又係你個仆街保安？仆街保安，阿生啊，我又聽到你喺度嘈交喎。我嘈唔嘈交關你撚事啊？有咩事冷靜啲講咯，唔使咁惡嘅。我惡唔惡又關你撚事啊？你咁會打擾到其他鄰居㗎？鄰居？邊度有鄰居啊？成層就得我住。之但係你都唔可以咁樣對你老婆啊！哼，佢係我老婆，我中意鬧就鬧，中意打就打。說完，男人動作迅速，想要掌掴旁邊的太太。喂，你唔好啊！我打人啊！你好撚多事喎，信唔信我打埋你啊嗱？報警啊！你冷靜啲先，打人解決唔到問題㗎。如果你唔聽我勸嘅話，你報警？你夠膽報警？係啊，我點解唔敢報警啊？如果我再聽到你哋嘈交，或者我見到你打呢位太太，我就即……你唔好再咁多事。如果唔係，我唔會放過你。這家伙怎麼回事？喝酒發瘋嗎？看來他有點暴力傾向。那位太太跟他住在同一個單位，真不安全。但是，真的能幫助他嗎？他需要的是什麼呢？儘管在515單位裡傳來兩個人的對話聲，但你突然失去了心情去理會，於是慢慢的走下5樓。這就完事了。走到後樓梯時，你又碰到了穿着格子上衣的男生王陽，他居然主動跟你搭話，改變了平常閃躲的態度。喂，等陣。啊，你咪4樓嗰個黃生？嗱，你嚟得啱啦。之前啊，你俾我嗰份同意書啊，喂，你玩我啊？點解寫住唔同意嘅？你唔好講呢啲先。頭先嗰位阿梅，佢阿梅？邊個阿梅啊？就係頭先爭啲同佢老公打起上嚟嗰個女人啊！你識佢㗎？我係問你佢點啊？嗰條癲狗係咪又打佢啊？他是不是喜歡這個阿梅啊？哦，你果然都知道嗰個單位嘅男人打佢老婆。梗係啦，嗰個禽獸都唔係人嚟嘅。他確實不是人，所有利用自己的力量去侵害別人的人都是可惡的。嗰位太太係你朋友啊？唔係，我唔算係佢朋友，只係我住喺佢下面，每日喺屋企都會聽到佢老公虐待佢，我覺得佢。怪不得出現的時機那麼準確，原來他每次都能聽得清楚兩夫妻的吵架內容。嗰個禽獸真係越嚟越過分。咁呢個情況好耐㗎啦，即係話個男人情緒有問題？好一陣㗎啦，阿梅每個幾日就會俾我仆街恰，真係激氣。但係嗰位太太一直都選擇忍啊，冇報警咩？報警有鬼用啊！啲警察嚟到，嗰個禽獸就扮晒傻，阿梅佢又死都唔講。阿梅也會矢口否認，矢口否認吧，反正不管什麼意思，就是阿梅是不配合。哦，那就是這些警察沒用唄，就是可能是阿梅不信任警察，怕警察辦不了他，然後呢沒有矢口否認，然後配合警察的話呢，如果解決不了這個禽獸，那禽獸就會變本加厲的去打他，所以說他不敢，可能是這樣嗎？反而啲警察一走，條癲狗就更加離譜，真係撲街嚟㗎。原來之前就已經報過警卻沒有作用，可是汪洋他不就每次都有目睹事情發生嗎？怎麼不去阻止他？如果嗰位太太直接同警察講話佢老公虐待佢，條友一定俾人拉啦嘛？冇用㗎，我都勸過佢好多次，但阿梅佢就係咁嘅人。
我唔想講啦，我唔想俾人。愤愤不平，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。这是你心里想到的一个人物，他肯定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你。想到这个人物啊，那个陈师奶是吧？你話5樓嗰對夫婦啊？哎呀，我點會唔知呀？江湖白曉生，聽到你的話後，立刻激動起來，看樣子他又是一對諮詢。你啊真係問啱人啦！嗰度呢有個暴力傾向嘅男人叫余偉雄，佢老婆叫黃梅，佢哋搬咗入嚟應該淨係得幾年。係咩？一開始只有一個人。嗰兩公婆不過聽講啊，阿余生啊係哦，所以余偉雄。哎呀，保安哥，余生啊，好似一本身咧就好正常嘅啫。余生搬翻嚟咧，啱啱嗰陣時，唉，不過日久，跟住佢就開始恰啦。佢啊變到好，有幾次啊，我係照你咁，唉，但係一直都冇。我哋啊作為旁人，仲可以幫啲咩？我聽4樓嗰個黃生講過，係我報警嘅，唉，你都唔知啊。之後一直跟你講述那對夫妻各種往事，大概了解了整個先後。咁我真係要諗下喎。哎呀，保安哥哥仔，你真係好啊，至少會關心。總之我巡邏嗰陣時候會留意多啲噶啦。如果再聽到佢哋嘈交咧，我就報警。太好啦！如果所有人都其實跑這來問，就問出了一個，就是那男的姓氏名誰，然後前因後果，也就是這個男的做生意失敗了，然後就搬回來了，也沒問到什麼有用的東西。就是他叫余什麼雄，關於鬼。陳師奶啊，做咩？你喺度都住咗好耐啦，嗬？嗯？保安哥哥仔，你也看到了些可怕嘅嘢。咦？咁照你咁講，陳師奶你都見？咁有乜嘢好啊？唔係，我意思咧。哦，咩話？咁點解你講？因為唔係我睇到，係我個仔啊。他兒子看到了。有傳言說這個，小孩兒，尤其是嬰兒是可以看到鬼的嘛，對吧？只不過說不出來。也有人說就是，像那個他兒子那種年紀的話，也能看到。迪迪？係啊，佢成日喺棟樓度四圍。開頭我都冇乜為意嘅，以為佢淨係。係啊，佢講嗰啲嘢咧。開頭我都以為佢吹水㗎咋，到有一次呢，我好奇咪跟住佢咯。你真係跟蹤你個仔啊？咁有乜辦法啫？佢成日話自己撞到啲好奇怪嘅人，然後呢？跟住佢，發現佢一個四圍都冇其他人，但佢同啲鬼，我都唔想咁諗㗎。不過諗深一層呢，呢個可能性最大啦。佢成日話自己撞到啲，哇！既然迪迪都有機會見到嗰啲，確實係令人好擔心啊！後嚟我都觀察咗幾次，咁我見啲鬼好似都冇搞佢咁，慢慢我都由得佢啦。他已經認定有鬼了，但是發現鬼不傷害他，然後就默許了，真神奇。陳師奶啊，如果可以呢，我想同。可以啊，佢肯定啊喺大廈某個位。他這兒子永遠都得自己找，永遠都不在家裏。係啊，你千祈唔好同佢講啊！佢一直以為同佢傾緊偈嗰啲係人嚟㗎。哦，我明啦。但再次證實了我所見不是幻覺，鬼不僅存在於這棟大樓，還會在特定的人面前顯現，而不像手中的形容之一。但要知道，即使找到迪迪，他可能也會要求你給他糖果才肯聽你的話。可以找到糖果。哇！大姐啊，你又嚟啊！其實你可唔可以好好地講嘢啊？滿臉詭氣的女孩一直不回應。你有咩事啊？傻笑。你咪人嚟㗎？你聽得明我講咩個？這個人的長相，你們覺得有沒有點眼熟？我覺得特別像那個《進擊的巨人》裡邊那些巨人啊。但係就講唔到嘢，一直露着詭異的微笑，也不說人話。原來係咁啊！但係你成日喺度，
你唔知定係唔想講啊？真係搞唔明啊！嗱，我當你唔係故意啦吓，你都係住喺呢棟樓裏邊噶。咁你住幾樓啊？咁睇起嚟你都係無無聊聊喺個大廈度行嚟行去啫喎。不過我諗我而家唔會俾你嚇到噶啦，所以你都唔使匿埋啦。我喺度保安員，點睇都應該大過你啦。你叫我保安大哥得啦。啊唔係，其實你都唔係咁得人驚啫。我諗，如我叫李成啊，你叫咩名啊？啊，可能問得太多嘢，我都唔記得咗，你唔可以答我添。既然你咁中意笑，问的问题我叫你其实笑笑啊。他还没有把握到关键，就是他不会说话，但是能听懂。所以说你的问题最好就是一个是或否的一个选择就行了，对吧？像这种我叫你笑笑可不可以？你摇头就是不可以，点头 yes， 摇头 no 嘛，对吧？就不要问一些那个需要具体回答的问题了。猛然点头，笑笑。真係咁笑笑，不如你帶我翻你屋企啊？不知道住哪一层但我唔知你，住那么邊層我问你答，我说对了你就点头，我说错了你就摇头。然后呢，从1层、2层、3层、4层、5层开始，那么其中肯定有一层它是点头的，比如说3楼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我问你，是几零几？如果我说对了，你就告诉我是301、302、303，依次类推，就完事儿了。咦，原來你都係住喺3樓㗎？哦，那不用送了，他知道自己在哪儿，住在哪儿。但他來到了3樓。唔怪得第一次見到你嗰陣時喺3。你知唔知道就嚟要拆㗎啦？你有冇諗住搬走啊？搖頭。點解啊？有冇屋企人俾？點頭。咁啊，真係要同你屋企人傾下先得啦。佢哋喺咩屋企啊？不在家。嚇？唔喺度啊？點頭。咁可憐，哇！我明啦。以後有啲咩嘢嘅啊，係喎6樓嗰個陳師奶，你應該識啦，佢人幾好㗎。不過唔怪得啦，睇嚟所有住客都識得你啊，大家都應該慣。啊，咁樣講起，蕭蕭啊，你屋企有冇糖啊？應該是有。歪着頭。戒指糖，你以為戒指？哎，你們吃過這種糖嗎？我還吃過呢，小時候。就反正就是味道比較一般的一個糖，然後呢底下有個塑料的戒指底座，然後吃的時候就這個可以，你可以戴在手指頭上，然後像棒棒糖那樣舔，吃沒了就變成一個戒指啊。當然吃沒了這個戒指也不怎麼好看，一般都給扔了。就吃的時候可能比較方便一點，也談不上方便，就是吃的時候吧，又比較有儀式感嘛，對吧？每次都是像戒指一樣拿出來舔一口，然後再放回去。小朋友一般都喜歡這種奇怪的儀式感啊。好，今天咱們先到這兒了啊。進度很慢啊，不知不覺呢，就是這個視頻錄了1個小時了吧，差不多58分鐘，也將近1個小時了。感覺故事推進的太慢了，然後中間廢話連篇，也沒有吸引我的一些地方。不過都已經做到這兒了，那還是接着更吧。啊，看看後邊怎麼樣。我一般就是因為這類遊戲吧，我沒有辦法提前看劇情，我不可能先把這個故事梗概全都看一遍了，然後看好不好再決定玩，因為那樣的話就沒有代入感了，就是沒有那個初見實況這種這個未知的這樣的一個感覺了啊。所以說我一般玩這遊戲還要保證遊戲可能質量比較高，我都會去看一下評價。但是 Steam 上這遊戲的評價其實挺高的，但我沒有想到這麼不符合我的心意，也不能說很差吧，每個人口味不一樣，我只能說不符合我的口味啊，但這也難免吧。好了，那麼本期視頻這裡就結束了，感謝收看，我是冰冷之海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，拜拜。我重過了是吧？